赛手们快速加油！梦想就会存在，胜利大门让我来打开。来吧 ，Flash 的加油 ，Flash 的加油，历史的赛手们快速加油，弯弯曲曲，三边跳跃，闯过重重障碍，超越对手。每次比赛技术交流，建议奋斗，一战身手，为争取胜利。一名叫拉尔的王子来到了南方市，赵万威一家负责接待。这位王子在自己的国家是高高在上，对社会及人际关系一点也不懂。在赵家，赵阳被他弄得筋疲力尽，最后无奈之下带拉尔到东方赛车场。却发现这位王子原来是赛车天才陆莹。王子是真正的王子到这里来了吗？没错，现在林峰凌云跟他在一起。不知道林峰凌云现在和拉尔王子三个人相处的怎么样呢？可以跟尊贵的王子一起体验平民的真实生活，令人羡慕啊！这个王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一个赛车高手。赛车高手？他赛车的时候冷静、果断、胆量集于一身。但实际上，他是一个除了赛车以外什么都不懂的小孩，对吗，皮克？他们这次惨了。林峰、凌云、拉尔王子，再加上一个赵阳，这个组合可真的非常有意思。总教练，啊，赵阳，这么晚找我有事儿吗？我想跟你谈一谈拉尔王子的事。我看他平时什么也不懂，没想到拿起遥控器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我想跟你聊一聊。拉尔王子比小月还小，可是为什么玩遥控赛车会那么厉害呢？爸爸说他在他们国家是全国冠军赛手。全国冠军？可能是由于他的身份，其他赛手让他的吧。所以爸爸说是拉尔的父王希望他能去别的地方，找一些不怕他身份的高手跟他比试一下。他赛车时流露着一种气质，我感觉是优雅和尊贵的。对，哥，我想跟他较量，用招吧。好吧，我们就考验他一下，看这位尊贵的王子可不可以应付。不过他是不懂人车合一的，我们就先用一些基本的招式先试试吧。啊，是两人左右夹击的围攻战术吗？看我的！他竟然摆脱了！这个拉尔王子刚来的时候完全没有礼貌，也不懂人情世故，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，原来他是一个老练的赛车手。
它一定还有没有爆发的潜能，我真有兴趣知道。瞬间加速！没错，小云用普通的技术已经对付不了他了，只有用瞬间加速逼他的能力出来。好的，哥哥。瞬间加速！我000也算是遥控车的天才了吧？这个王子的天分居然在我之上，我很想好好的跟他比试一下。来吧，哥哥。什么？他居然懂得猛虎拦路这一招！还有群龙乱舞！哥哥，就用绝招对付他吧！我们出招吧！人车合一！神风坐骑！人车合一！来阵天攻！他居然只在普通的状态下就能逼我们使出瞬间加速和人车合一！哼，他还在耀武扬威呢，我们不能输给他！瞬间加速！林峰林雨好厉害，居然能逼我使出瞬间加速！哥，他的瞬间加速跟我们的人车合一速度差不多呀！拉尔可真厉害，单凭普通技术就能和人车合一抗衡。终于赢了！你们两个真是厉害，我使出瞬间加速也追不上你们两个人。王子殿下，你过奖了，你其实也很厉害。如果王子殿下懂得人车合一，相信我们不是你的对手。我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学懂人车合一的招式。相信总教练会有办法的。就恩准你们教我赛车吧。拉尔王子的天分真是吓了我一跳。拉尔的赛车天分不在我和风云之下，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能掌握人车合一呢？因为他还没遇到有压力的比赛啊。是真实的赛车呀，这里真是个赛车的城市。是谁的领地呢？领地？这里是南方市的商业街啊。哦，原来是南方殿下的领地呀。赵阳，请带我去南方殿下的皇宫吧。啊？劳尔殿下，你来南方市是要做官方的访问吗？不是的，是我的父王要我来这个赛车之都体验一下平民的生活，我还要学会人车合一的招式。哦，体验平民的生活？为什么？拉尔殿下，你的技术已经很高超了，干嘛还要学人车合一的技术呢？凌云，王子殿下的事你就不要多问了。不要紧，每当我想使出人车合一的时候，总是不能够集中精神，脑袋里面好像找不到方向。哦，脑袋中找不到方向，真是奇怪呀。我肚子饿了，你们准备了什么午餐吗？殿下，我家已经准备好了10多种菜式了。哼，又说要体验平民生活，不就应该吃平民的食物吗？平民的食物，好香啊！
当然，我的生煎包是出了名的。真好吃。他居然能接受啊！真好吃。这些是叫生煎包吗？是的。哼，谁是厨师？给我出来！是我。我就御赐你的店铺加上皇家2个字。好想拍戏啊！就御赐叫皇家好味道生煎包店吧。我以为你是来打劫的呢。他怎么吃个饭还随身带着剑啊？太夸张了吧！朝阳，这位王子从没有体验过生活，看来这次你的麻烦大了。我就不相信我应付不了。要我帮忙吗？他想了解平民生活，现在不就是了吗？不过要帮他学懂人车合一，可能就有一些困难了。对，人车合一是按个人的特质而发的，只能心领神会，不能教的。啊，这个我相信总教练会有办法的。生煎包。今天我玩得很开心。赵阳做得很好。你知道生煎包这种食物吗？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。那帮家伙带你去吃生煎包。赵阳，你们怎么搞的？没有什么不妥吧？如果被国王知道我们给王子吃生煎包，那就麻烦大了。我已经说过了。王子殿下，你已经告诉国王了？是的，父王说我每天的事情都要向他报告。不过父王说你做得对，要好好赏赐你。啊，真的吗？明天开始叫厨房用顶级黑豚肉做生煎包给王子吃。爸爸，王子要的是平民生活，顶级的享受皇宫里有的是。是啊。拉尔也算是一个可爱的小孩，不过身为王子，他确实损失了很多东西。人生太美满，没有追求的目标。路飞说的对，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有压力的事情。好的，国王，是，好，明白，好的，我会安排。国王请放心，我会以王子殿下的安全为主。再见，国王陛下。国王刚才亲自打电话给我，说我安排王子殿下过平民生活做得很对，还说董事长又提议安排了一次野外露营给王子殿下。野外露营？很危险的。不怕，我会安排好的，绝对不会令王子少一根头发。由路飞带队，不会有问题的。露营？今天忙得连饭都没吃。真好吃。我今天也被王子折腾了一天。这包子果然好吃。怎么才能让拉尔王子感受到压力，让他使出人车合一呢？喂，你好，赵阳。原来是总教练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我想明天去露营的时候，你可以帮我做一件事情吗？什么事啊？我在想明天给拉尔王子做一次训练。一个训练？今天我们到这里是做野外露营，是希望训练大家的合作性。4个人分成一小组，在这里吃的、用的、住的，所有的都需要靠自己和这个小组的人互相配合，明白了吗？董事长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是的，是关于拉尔王子的事情。啊？拉尔王子有什么事吗？是我答应过国王，内外2个方面都要锻炼拉尔王子。内外2方面的锻炼，什么意思？外在的是要拉尔王子体验平民生活，锻炼将来学会管理国家；而内在的是要改变他性格上的缺陷。王子的性格有什么缺陷吗？
他们国家的雷速登 F1 遥控车界水平比不上中国，所以拉尔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环境中长大的。是的，谁敢打败王子呢？就是这样，他不像林峰和赵阳一样，能在战斗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。虽然很有天赋，却启动不了人车合一。没错，这实在太可惜了。人车合一是在激烈的战斗和互相角逐中，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极限，人车合一才能启动。但拉尔从没有遇到过能够与他对抗的对手，事实上，他只是一个启动不了人车合一的冠军而已。但是拉尔王子将会成为国王，学会人车合一很重要吗？是，拉尔从小都没有受到过挫折，现在他不能使出人车合一，这将会成为他人生当中的一大缺陷。国王说过，一定要靠拉尔自己启动人车合一，这样他就会建立起很健康的自信心，将来治理起国家就不会再怕挫折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董事长请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引导他的。你说我们应该如何训练他呢？友情。友情？是友情，只有友情才能把沉睡在拉尔身上的力量焕发出来。我相信林峰和赵阳他们在这件事上一定能帮上忙。对呀，需要我安排什么吗？请董事长帮我向国王请示一下，我想要组织一次野外露营。野外露营？其他组已经建好帐篷去玩了。赵阳，你是组长，你要加快了。王子什么也不懂，已经耽误我们很多了。我就是不懂嘛。那你也不要一直站在那儿，先把我们的东西都搬过来吧。搬东西哪里的？不用了，请王子找一些石头，我们准备建炉生火烧饭。找石头？石头啊，石头啊，哪里有石头啊？找到了！这些石头这么小，怎么用它建炉生火呢？不是说是石头吗？你又没有跟我说过是大还是小啊？你不懂搭帐篷，搬东西又不知道放哪里去，连找建火炉的大石头也不懂，一点常识也没有。我从来都没有学过。算了吧，我跟你一起去找吧。哈哈，王子，你捡一些树枝回去生火吧，他们一定会称赞你的。王子，你挑的树枝很多，这火烧得很大。是吗？王子，现在我们负责做饭，吃完之后你负责清洗餐具。清洗餐具？我不懂。人总是要学习的，不懂就学吧。我是王子，什么都是由下人来做的，我为什么要学习啊？因为我们现在是同一组，所以大家要分工合作。在他的人生中，什么都是有人预先给他安排好的。其实这并不是他的错，他也只是任人安排。拉尔的本性是好的，我相信如果由他来挑选的话，他情愿能够自己选择。而拉尔欠缺的只是2种东西，第一是友情，现在他有了；第二是压力，希望他能够遇到和解决。大家一个一个过吊桥。好高呀！我怕。拉尔王子，不要看下面的河，慢慢走过来。
你站在那里干什么？快点过来，我们都过来了。拉尔王子，你一定可以的，给自己点信心，给自己点信心，我可以吗？拉尔，每个人都可以的，我会以族长的身份保护你，小心的走过来吧，你一定能成功的。是，每个人都可以的，我也可以，我一定能成功的。哦，有风啊！殿下，想着赛车中你过急弯时的那种压力的感觉，用你的决心和勇气去面对啊！对，我一定能够克服压力的。赵阳，我过来了。继续努力吧。我们来做集体游戏吧。赵阳，跳个火焰舞看看吧。不如你跳给我们看啊！我跳的又没有你好看，还是你跳吧。喂，路飞，今天谢谢你的鼓励。拉尔殿下，这些都只是你自己的勇气和信心啊！我这次野外露营，学会了解决压力，还收获了友情。啊？搭帐篷和建炉生火，还有做饭，就是分工合作的团结力量。其实父王在管理国家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小王子长大了。今天在过桥的时候，你们大家都鼓励我，让我成功。我感觉到了友情的力量，朋友非常重要。是啊。以后我一定要放下王子的身份，交很多的朋友。我有朋友了。啊！是条毒蛇！殿下，小心啊！小心！别动！总教练被毒蛇咬伤了。